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当然了，前天这个马斯克的飞船带着恐龙玩偶已经前往了这个国际空间站。那么这次发射之前呢，已经因为这个天气原因推迟了一次。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载人发射 ，SpaceX 和 NASA 当时是无比的谨慎。那么 NASA 官方当天还表示说有50%的概率能够按时发射，所以在这个点火升空的2分半以后呢，一级火箭分离9分半以后呢，一级火箭成功的回收在了海上平台。到了第12分钟，载人龙飞船按照计划以火箭2级分离，所以历史性的商业载人任务在发射阶段一切顺利。载人龙飞船在以2级火箭分离以后，就是一段依靠自身动力不断调整轨道高度，在绕着地球飞的同时，不断追赶国际空间站的过程。那么国际空间站的轨道高度不高，平均为400公里。按照 SpaceX 的飞行计划，龙飞船将会在飞行约19小时后，那么追上空间站与它相遇。这是一个完完全全自动的过程。那么向来自信满满、怼天怼地的马斯克，他在发射前的采访里面说，如果成功了，那就是 NASA 和 SpaceX 的功劳；如果失败了，那就是我的问题。那么火箭发射有可能有无数种失败的方式，但是成功的方式只有一种。我们知道载人航天可以说是航天领域里难度最高的任务。如今 SpaceX 正式成为了首个成功的掌握载人和发射能力的私人公司。在此之前，有能力进行载人发射的仅有苏联、俄罗斯、美国和中国，无一例外都是以国家的力量在推动。将人类送出地球，只有 SpaceX 一家私人公司，能够改写历史的人，只有马斯克一个人。那么2名资深宇航员，叫做 Bob 本肯和道格·赫尔利，2个人过去都是开过航天飞机的人，他们等待了10年，又可以待在这个可以装载7个人的这个舱室里面，显得很空场。那么同时，一个小小的恐龙玩偶也有幸参与了飞行任务中，安静地占有了一个宇航员的座位。在任务圆满成功的情况下， SpaceX 载人龙飞船将在下一次飞行任务中将4个宇航员送上空间站。美国已经近10年没有载人的发射能力了，而这时候 SpaceX 的发射把美国重新带回载人发射国家的行列。2011年7月21号，当时的亚特兰蒂斯号的航天飞机安全着陆，结束了30年的美国航天飞机服役的历史。那么此后，俄罗斯的联盟号载人飞船成为了空间站里唯一的访客。那么这艘飞船居然是在1960年研制的，内部空间简陋狭小，那么人的数量和舒适度都有限。所以现在中美俄3国都在开发新一代的载人飞船，增大空间，可以重复使用，降低成本。当然，中国的新一代载人飞船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波音的 Starliner 最多载人数量都提升了好几倍，空间也大了，内部设施也更加现代化了，连触摸屏都用上了。这次发射呢，是全球范围内新一代载人飞船首次正式投入使用。那么除了超大的内部空间，龙飞船还有一个颠覆性的设计，它就是抛弃了主流的逃生塔，而是让飞船本身就兼具自主逃生的功能。这种设计有什么道理呢？那么寄托着马斯克的重要梦想，叫可重复、可重复、可重复。那么在过去载人发射的任务中各个国家的火箭都配备了逃逸塔，这个尖尖的逃逸塔就像一个小型火箭一样，接在火箭的最顶端。在发射阶段出现意外的时候，那么逃逸塔上部的发动机能够迅速启动，带着宇航员逃离事故现场，并最终通过伞降的方式回到地面。那么如果飞船上升到了一定高度后出现了险情，那么飞船就可以利用自身的变轨发动机来撤离。因此逃逸塔通常在发射约2分钟左右被抛离，以减轻整体的重量。在人类的航天史上，
逃逸塔真正使用的只有一次，真正发挥了作用。但是在安全至上的诉求下，它又是载人航天任务的标配，所以不得不在每一次发射中都丢掉一个逃逸塔。那么过去使用的载人飞船，包括上面的返回舱、轨道舱，都是一次性的。那么已经实现火箭重复使用的 SpaceX 又打起了载人飞船的主意。如果实现载人飞船可以重复使用，那么可以极大的降低成本。那么载人龙飞船第一步就是舍弃了逃逸塔，在飞船四周配备了8台 Super Draco 的发动机，实现了自带逃逸系统，在逃逸时可以随时启动。其中每台 Super Draco 的发动机都产生了15000磅的推力，8台 Super Draco 同时点火产生的推力可以在1.2秒内把飞船从0加速到100英里每小时。与此同时，载人龙飞船本身就配备了可以更换隔热罩，其他飞船在返程进入大气层时必须借助隔热罩摩擦减速或者燃烧降温，不可以重新使用。而载人龙飞船重新设计了飞机的隔热罩，那为了飞船使用打下了基础。至此，它有很多的材料技术上的突破，让飞船自己在大气中有足够的保护能力，摆脱了对整流罩的依赖。当然了，它也会带来一些可靠性的问题，原因是这个逃逸发动机和推进剂储箱就安装在宇航员的加压舱周围。由于逃逸发动机贴近宇航员的座位，发动机或者推进剂万一失常，就可能把整个飞船给炸了。那么趋于保守的 NASA 对这个方案不是完全信任，所以他们同样对波音要求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测试。直到现在，虽然飞船已经展现出多次飞行的能力，但是 NASA 仍然要求执行载人任务时，飞船必须是崭新的一手货。但用过之后的二手飞船可以用来以后给进行补给运货用。那么作为一家私营的航天公司 SpaceX， 它在2003年成立之后，其实它就面临着一个巨头环伺的一个非常险恶的环境。在美国的航天任务中，包括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几间巨头的公司都是其中的主力选手。NASA 总能在各种项目中砸下巨资，用补贴或者几十亿的大订单把这些公司养好，保持顶尖技术实力，所以他们被称为 NASA 的亲儿子。而这些亲生公司，它不只是航天任务的供应商，也代表了美国航天技术上的上限水平，很烧钱，而 NASA 一直养着他们。NASA 对于 SpaceX 也不差，甚至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还出手救了马斯克。但总体来讲 ，SpaceX 获得的支撑力度和几个亲儿子没法比。在 NASA 的规划中，未来包括空间站在内的近地点空间需要逐渐向商业让位，而空间站和往返空间站的运载火箭由商业公司承接 ，NASA 则专注在月球、火星等更远的深空探索。所以 NASA 在2010年启动了商业趁源开发计划，资助了几家公司开发载人飞船，而 SpaceX 当时入围了。一开始 SpaceX 怎么看就像一个陪跑者，而波音则是毫无疑问的种子选手。在前几年中，波音每个人都认为不会输，而 SpaceX 则是一个不少人看作只是马斯克的一个幼稚的幻想。SpaceX 火箭被批评为橡皮筋加上密封蜡的产品，能不能飞起来都是问题。 NASA 指望它能扛起航天载人的大旗，太幼稚了。那么马斯克和稚嫩的 SpaceX 就是在质疑和嘲笑下开始了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惯例依然在起作用，波音每一次从 NASA 的补助和合同金额中都远大于 SpaceX。 从计划开始到如今正式载人发射的时候， NASA 在这一计划中撒下了近84亿美元，那么很大一部分进了波音的口袋，而 SpaceX 获得要少得多，只获得了31亿美元。马斯克受到了刺激，在推特上曾经大呼这太不公平了，波音做着和 SpaceX 一样的事情，却拿了更多的钱。如今到了交考卷的时候，两家的差距还是相当大，不过 SpaceX 自己变成了领跑者。虽然两家都有不同的延期， SpaceX 在2019年3月就进行了载人飞船的无人首飞，奠定了此次正式载人任务的基础。
那么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报道，那么一位波音高管对着 SpaceX 赢下这场太空竞赛显然不能接受。他们说，这个抽大麻的家伙怎么能打败我们呢？当时是说2018年9月，马斯克曾在电台的节目上直播抽大麻。亲儿子波音载人飞船的表现就让 NASA 很尴尬。2019年底，波音经过数次推迟，终于把新的载人飞船 Starliner 放到了发射架上，开始了首次无人测试飞行。但这个酝酿快10年的飞船，第一次发射就打飞了。那么在 Starliner 飞船在后续利用自身发动机点火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没有进入预定轨道。进度慢就算了，还非常贵。从一份美方的报告可以知道 ，SpaceX 载人飞船的报价为每个座位5500万美元。那波音呢，每人9000万美元，比 SpaceX 贵了60%以上，甚至这比俄罗斯近年来每人8000多万美元的报价还贵。那么原本商业航天就是应该通过商业运用的方式，最终达到降低成本、价格的效果，而波音看起来做得太差了。起初 NASA 为了增加竞争的趣味性和象征意义，宣布第一个将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的公司将会得到一份珍贵的大礼，一面美国国旗。这可是最后一次航天飞机任务中留下来的，值得纪念。显然，这面旗帜已经是马斯克的囊中之物。在大约15年前，NASA 开始尝试让航空公司开发能够往返国际空间站执行运输任务的飞船。当时任 NASA 局长的麦克格里芬提出了用5亿美元作为种子基金，资助企业开发私人制造的航天器。我们知道那时候还是航天飞机的时代平均每次发射的成本都超过5亿美元。所以拿出这笔钱资助 SpaceX 的私人企业，这是 NASA 下的一个小小的赌注，只是一个起点。当时 NASA 这种国字号机构很难真正相信商业航天公司，尤其是 SpaceX 从2006年起连续3次火箭以爆炸告终。他们认为马斯克只不过是一个自大而且易怒的企业家，使不少人心存了疑虑。NASA 是政府机构是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它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凭借着资金和航天经验，他们可以告诉承包商做任何事。相比之下 ，SpaceX 拥有更接近于硅谷的思维模式，较少受到历史包袱和过时经验的束缚。有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NASA 的传奇飞控指挥叫做吉恩克兰茨，把他的回忆录定名为"失败不是一个选项 "，"The failure is not an option"。以纪念从水星计划到阿波罗计划期间他在任务控制中心的日子。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引下，他和团队还成功的把阿波罗的13号带回了家。这种思维在航天界几乎是信仰。但是混迹硅谷多年的连续创业者马斯克对这种思维方式他是嗤之以鼻的。他说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认为 NASA不会选择失败。在我看来，失败就是一种选择。如果没有失败，就说明你的创新不够。那么随着 SpaceX 和特斯拉近年来发展迅猛，马斯克的这句话也广为流传。好在 SpaceX 的成绩单也足够优秀，马斯克才没有成为笑柄。最关键的莫过于猎鹰9号火箭的横空出世，改变了航天游戏的玩法。它是目前全球唯一实现了重复使用的火箭，猎鹰9是全球范围内可靠性最好的火箭。加上今天的载人发射，猎鹰9这枚火箭已经执行了85次飞行任务，只有2次失败，其中1次还是在地面上发生爆炸。最近，猎鹰9已经60次发射，全部都成功。面对性命攸关的载人飞船来说，毕竟 NASA 的主要目标是让它的宇航员安全地进入国际空间站。那实际上，随着 NASA 和 SpaceX 在商业载人方面的合作，双方的文化碰撞并融合在了一起。那么 NASA 能够为 SpaceX 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把它的一些操作经验以及对安全的重视带到开发商这种载人飞船的这个过程中。SpaceX 也很高兴地接受。他说他们的督促可以让我脚踏实地。我们有时候SpaceX 说会发生有关设计制造方面的冲突，然而最终的结果还是将安全
作为了首要考虑的事情。那么，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2名宇航员道格·赫尔利和鲍勃·贝肯，此前甚至会每周都代表 NASA 前往 SpaceX 的总部探讨进度。在赫尔利看来，双方当然有文化的差异和成长的烦恼，但令人惊讶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2个组织可能并没有做出改变，而是相互适应。整个子系统的总体做得都非常成功。在这一来一往之间，我们也似乎看到了 SpaceX 身上看到了曾经发生过的这个 NASA 的影子。某些方面 SpaceX 很可能像 NASA 在60年代的做法。当时美国正准备登月，那赫尔利说，当时的 NASA 要年轻得多，员工大多都在20多岁，而现在 SpaceX 员工也平均年龄是29岁才。他们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 NASA 一样，面对着太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小粉红们就在那一天又出名了，为什么呢？因为很有意思。原来 SpaceX 载人火箭上天，那么中央电视台做了报道，小粉红们以为龙飞船就是中国的，于是一起在为伟大的祖国骄傲，这就有点令人尴尬了。龙飞船只是名字像是中国的名字，那是不是恐龙飞船呢？还没有定。但是小粉红们没有把马斯克说成是马云、马化腾齐名的马氏三杰，那么笑话闹得确实很大。那么到底小粉红们为什么如此无脑呢？他们这种无理由的爱国、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小粉红。小粉红人称是自称爱国者的键盘侠，很少人来研究小粉红这种现象到底是什么，这个群体到底属于什么人呢？毋庸置疑，这是源自于五毛群体的新势力，它的声势已经大过了五毛，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他们实际上原来就是一些年轻女性的主导的爱国运动，不但有男性甚至在英美留学的留学生加入，使得这个群体变得更加成分复杂。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在思维中带着强烈的忠诚与仇恨色彩，主张具有明显的沙文主义、种族主义色彩，行动上整齐划一，具有行军蚁般的毁灭性。他们习惯于相信权力，无理由的从权力那里获得力量，从公器那里作为虎皮，在网络上横冲直撞。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甚至在国外的推特上，我们都会看到他们一波一波的撕咬和攻击。他们对历史愚昧无知，对现代人文理的理念完全不理解。除了爱国与政治正确，他们的一切思维都显得非常矛盾，思想中掺杂着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和利己主义，有时甚至非常矛盾。中国的很多公共知识分子都遭受过小粉红的攻击，按理说他们应该研究一下小粉红的现象，但是很不幸，中国的公众知识分子完全不敢正视小粉红，完全忽视了这些小粉红也是一些有血有肉的人，有着自己朴素而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一个事实。他们只认为小粉红愚蠢至极、可悲可恨的一种态度，这根本就是一种鸵鸟行动。中国的公知们，尤其是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们，应该主动去研究一下小粉红这个社会现象。只有研究透了这个群体，并且找出应对办法，才可能组织不让小粉红继续作恶，把整个国家推向黑暗的深渊。那么小粉红实际上是国内外大小气候综合影响下的产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近年来的我们说的这个经济形势逐渐变得恶劣啊，意识形态加速左转，国外的白左理念又对这种现象有所加持，所以小粉红们即使他本身身处国外，由于他们缺乏基本通识，我自以为能够独立思考，无法分清亚文化和这个制度的优劣，所以他们有这个浓重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就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小粉红观念中的忠诚与仇恨来自于仇恨教育，加之现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独生子女现象，使得小粉红普遍缺乏共情、缺乏亲情，唯我独尊。历史教育中所强调的近代以来中国几乎被列强亡国灭种的耻辱感植入他们的内心，意识形态的左转使他们表示认为西方会强烈的颠覆他们的政权，他们就把所有能够真正能思考的知识分子、作家、律师、教授、学者都看成带入党，是随时随地不安好心，企图给西方递刀子的汉奸。
特别是由于小粉红落入了认知陷阱，不可能有开阔的思维，所以他们永远认为自己拥护的人和自己反对的人都在下一盘大棋，都有各自背后的深谋远虑和复杂智慧。阴谋论的支持者是一个有我没你的一种特殊的厮杀。当然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啊，现在的小粉红不是大家想当然的具有强烈的这个左派色彩，绝大多数他们也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是一些去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只要涉及到国家就无条件支持，只要是涉及到体制就绝对不可质疑。小粉红们由于仇恨教育而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他们缺乏政治常识，不能分清国家、政府、政党等概念，所以只能虚构出一个中国，不允许任何人说中国的坏话。他强调哪里都不如中国安全，哪里都要仰仗中国的支援，中国人最勤劳最聪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冠绝世界，然后再用这种概念强化自己心中中国的这种形象，自己说服自己。弗洛伊德的分析理论虽然过时了，但他分析的小粉红倒是挺合适的。小粉红的爱国行为其实达到了一种本我和超我的共通，既满足了本我的需求，又达到了超我的需要，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一件事。很简单，平时啊，一个人想作恶，都会有一个道德的自我出来阻止，这正是所谓的道义有道。超我其实是对本我是一种克制，一种压抑，其实是一种顾忌在内心深处的。但小粉红的爱国则不同，他们做坏事没有顾忌，因为有爱国这个理由，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爱国既满足了他们破坏性的本我需求，又满足了他们爱国的道德性的需求，或者说是超我的需求。其实仔细想想，爱国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人本身就有一种破坏的冲动。比如说毁灭一个教授，其实是一种很过瘾的事情。凭什么他每天悠哉悠哉的有钱花，又有话语权呢？由于道德和法律的原因，我们知道把一个教授饭碗砸了，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内心会有顾忌。这就是文明对本性的压抑。但是砸汉奸的饭碗就不一样了，他们的道德负罪感没有了，甚至有种正义使者的感觉。这种对教授的攻击既满足了这个自我的破坏欲望，又满足了这个道德欲望，简直是完美。但是他们不明白，目的正义之下，手段一定也要正义，否则你们是和义和团和红卫兵还是一样的德行。那么政治学者啊，如果真正的能够直面小粉红，深深的研究一下小粉红这个社会现象，实际上也是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下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接下来会做些什么出格的事情吗？难道我们不应该阻止他们呢？那么能不能找到猛药？自从新冠疫情爆发，尤其是近4个月，中美双方之间的交锋出招几乎每周就有一个大变化。那么川普又蹦出来了，出重拳，说啊，美国采取行动取消香港作为一个单独的海关和旅游地区所享有的优惠待遇。同时，川普宣布美国退出疫情以来一直被中国高度认可并称颂的世界卫生组织。虽然他现在还没有一个退出机制，美国只是终止，还宣布美国6月1号禁止具有军工背景的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还对中国概念股采取遏制措施。那么中美呢？它在这种对抗的道路上会越走越远。那么历史本身就有巨大的惯性，当大势已成，双方朝着对抗的道路越走越远的时候，那么任何企图扭转行情的努力其实都是白费。就是你明明看着两个国家在对撞，你是不可以也没有办法阻挡住的，否则你就是螳臂挡车。香港呢已经被殖民了100多年，那么又回归了23年，人人都说它是一个东方明珠，还是一个东西方交往的桥头堡。它云集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国内外富豪、全球巨头企业都投下了巨资，通过这个门户来图谋着一个14亿人的大生意。同时，它也是目前国内在国外融资最主要的窗口，60%到80%的投资内地的境外资金都要透过这个桥头堡进入中国。但是过去1周，这成了一个博弈最激烈的战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4国针对香港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同时对目前在美国上市的100多家市值达1.2万亿美元的中国企业来说，美国开始对他们采用清算，准备驱除。那
那么香港实际上就是这些美国上市公司的下一个归宿地。而近期已经在美国上市的这个国内互联网巨头啊，我们说这个京东啊、网易啊，就宣布要在香港也是2次上市。而国际金融的话语权不是掌握在非洲国家，也不是掌握在俄罗斯这样和中国友好的国家中，而是掌握在目前和中国激烈博弈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那么，如果中国的公司跑去香港，其实他们的市场大幅度的缩水，他们也融不到那么多钱了。最大的后果确实没有什么钱了。那么将在美国退市的这100多家中国企业，那么如果转移到香港，想象得到，那么以前融资动辄拿到几十亿、几百亿的钱，有点难。已经是没有那么多钱的香港，现在还是香港。对于大多数内地老百姓来说，以前有钱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沾到什么光。那么如果香港已经没以前那么多钱了，影响也不会太大。受影响最大的估计还是做资金生意的金融机构和需要在香港融资的企业，以及通过香港做转口贸易的企业。当然，美国又现在要加紧了，退出了世卫啊，这个理论上是要下一步呢，要一步一步走，所有的这种细节，各个制裁的这种条例都要推出。但是总体的趋势呢，我们就要看到，已经无法阻止了。昨天我们说了，这个美国的领事馆开始卖房子、卖豪宅、卖洋房，原因是什么呢？很可能他们有一种担心，甚至这种我们知道港币和美元能够自由兑换啊，主要的一方呢是美国。那么如果美国他们可以让港币自由兑换，就自由兑换；如果美国说不可以，那你就不能自由兑换。所以实际上港币的自由兑换的主要的决定方是美国。所以下一招是，很可能美国就要说，港币实际上就是下一个人民币。那么中国不光一国一制，而且是一国一币。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